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给大家来继续分享赛斯资料健康之道的第1章的第8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是从1984年1月20号星期五下午4点33分开始的。首先呢，是罗在开始介绍昨天晚上珍在卡拉的帮助下打电话给我。晚上很冷，当我早上6点半起床的时候，仍然是在零下6度华氏，这是也就是摄氏零下20-30度。当我离开家去330房间的时候也只在0度以上12度也就是华氏。预告呢，周末的天气还是酷寒。那今天早上呢，珍一如往常的去做水疗，但对那个系统不太满意。当他在吃一份午餐吃了一顿好的午餐时，我想到要告诉他，修理打字机的人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说，修理费加一盒修理费加一盒益达油墨袋，一共90块钱。那个年代打印机的修理费用还挺贵的那个时候90美元挺多的只是修理再加一盒一沓的打印袋90。打字机这个东西是直到1990几年还是很常用的一个文字处理工具直到后来电脑打印机的这个打字机的普及，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那种真式打印机最早的。在那个打印机普及之前基本上还是用那种手的打字机。但当我们谈别的事情的时候忘了说，我也打电话给了我们的验光师，要他的秘书请他回电，以便我可以问他1-2个有关我替梦进化以价值完成第901节写的注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那一节可能提到了他眼睛视力恢复的一些东西既然我得等到他的回音，根本没有我无法离开家去取真的打印机。在我将自己需要修理打印机送修之前，我想试试真的，以确知它没有问题他们俩的打印机都有问题了。他想把真修好的打印机拿回来先用着，然后在没有问题的时候再把自己那个需要修理的送去修理因为那个时候打字机都是老式的机械的，用久了一段时间之后都需要重新调整和修理确定，否则就会不好用。3点钟珍开始读昨天的课，比昨天读得慢得多，然后他在3点25分就读完了它。在3点43分的时候，他开始读1983年12月27日那一节，比他先前做的好些。他被来测他生命迹象的人们打断了，体温98.3度，中途休息了好几次之后，终于在4点20分把那个内容读完了。珍再一次说道，观看我不耐烦的心情他真的希望进步发生的比他们所发生的要快得多珍说他这个不耐烦的心情，他还是有点不耐烦他希望快点好真正的快速我说我认为他的不耐烦也许是作为他治疗速度的一个推动力不耐烦是推动力赛斯在上一节也提到了，你只有了生命活力之后你的心情急躁，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坏事不止这个是别的事情也是一样。心情急躁的人证明他的生命力旺盛如果生命力不旺盛的人他连急躁的这种心情也没有。至少他显示给你身体你想要做一些事情。万一你既没有不耐烦或者推动力呢相比于来说，你的推动力比起没有推动力来说要好得多。当然了，他同意然后呢，珍就过来了那个赛斯就过来了，说我再次祝你们午安。然后他们说赛斯午安，而我正再次现身，以加快那些加速疗愈过程的状况他赛斯每次现身都是要加快那些加速疗愈过程的一种状况的
这也是在赛斯的在传递健康之道的时候，为什么不像以前一周来1到2次，而基本上是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每天都来说一小段。他这种每天都来现身说一小段的方式他每次都已经确定明确了，他就是为了强化真的疗愈过程的他用这种方式来强化给真以肯定的答复肯定的这个确认。然后下面赛斯说，我对于鲁伯不耐烦的想法是对的是对的，不过他要利用它作为一个工具，他要利用不耐烦作为工具，而不要让这个不耐烦利用他我们要学会利用不耐烦作为推动事情发展的一个工具，但是不要被这个不耐烦所利用了。即使说那个不耐烦的确想要作为一个推动力作为更进一步的活动和移动的一个刺激，因而他必须将那个不耐烦当作是这个朋友，想做是个朋友而非敌人。就是真不能把不耐烦这个心态当成一个不好的，不能对他有评判，也不能把他当成一个敌人，说我怎么又不耐烦了，我不应该不耐烦的赛斯告诉他，不耐烦是一个好的可以被利用的工具，是对自己进一步活动和移动的一个刺激他说剩下的褥疮甚至会以更快的速度自己痊愈真还有褥疮，因为他长期躺在床上不能移动甚至翻身都需要别人帮助。那这样的病人身体长时间接触床的那些部位，因为血液流通的基本上不流通，而且长期承受压力因为一个身体正常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因为我们身体其实无时无刻都在移动着，你没有一个部位长期的压在一个平面，比如床上。而当你身体真的不能移动的时候，当出现这种局面的时候那个部位的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问题就会溃烂，有的时候就出现褥疮。既然他现在比之前消化蛋白质消化的好得多他的精神练习涉及内心以及心细胞来缝补那些疮那些褥疮今天下午早一些的时候，真告诉我了哪件事，就是他的褥疮在开始痊愈开始好他运作的很好，不过要他以一种游戏的态度去做。他说你要告诉真用游戏的态度去做，不要太认真不要过于的紧张就是我什么时候好看能不能快点好这时候他就说完了你看他今天这一节非常短，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他就离开了。在4点38分的时候，真说他的双手仍在进步，当我将它翻转到左侧而用这个 Olay 按摩他们的时候，我也觉得仿佛是如此。在我小睡一会儿之后，他一如平常吃得很好，而在7点5分与我一同读了祈祷文。真好睡，我爱你我们来看下一节。1984年1月21日星期六下午4点11分，昨夜酷寒，当我在6点30分起床的时候，仍是零下5度。在早餐后，我开车去办了几件事，准备好分期付款的支票去寄等等。星期一，我取回了真的打字机这是他的一个前面的一个介绍。真告诉我，今天早上10点半，护士换了他的静脉注射留置管，在我到之前刚刚换完了他的绷带，就是他的褥疮需要更换那个纱布他吃了一个好的午餐。当他在吃的时候，我描写我对寻求火的反应和想法这 Quest for Fire 的想法，那是2年前的一部名片。我们昨晚吃晚餐的时候在 Showtime 电视台看的一部分。他在讲他们多年前看的一部电影对，就是寻找火
我说我极好奇赛斯会作何评论，因为那个电影所演的与赛斯在《梦进化与价值完成》里所讲的早期人类的资料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啊，但通过他的描述应该知道啊，赛斯在早期在这个《梦进化演化与价值完成》里头的描写啊，人和人之间，人和物种之间是互动的啊，是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而这个电影显然不是啊。所以他想知道赛斯怎么评论他。他说我预期啊会有很大的不同，但看着电影里演我们的早期历史，令人觉得好像8万年前生命是不可思议的狰狞。如果那电影是正确的话，我不明白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幸存下来的。它必然是错的，因为它描写的只有野蛮动物、猿猴、狗、人、食人族等等，皆是这样。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任何人活得超过了20岁的话，我告诉珍，那会是个奇迹。没有慈悲，没有直觉，在电影里的角色很少显露出了解，除了嗜血的情绪、适者生存以及自私之外，他们显然对人类幼儿如何被给予长时间的照顾，当他们只是在生长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洞见。他在描述那个电影啊，在我去330房间的途中啊 ，Georgia 叫我进他的房间，他说他下周1或者周2就会有某种背部的手术，他也被搬到了1楼外科1号病房。我有个玩具独角兽，明天要送他。还有珍写的一篇诗，两者都是凌厉而有创意的。以下是真的诗。独角兽说：“哦，求你带我去看我的好朋友 Georgia 塞西。”他说：“哦，我将开心的蹦蹦跳跳，换取我朋友 Georgia 塞西的一笑。我神奇的力量将放他自由。我的好友乔治亚塞西。”3点18分，珍开始读昨天的课，但一开始很吃力。当我们处理信件时，他做得好了一些。然后当他读到最后一页时，便相当好了。我的眼睛开始好些。他在3点12分说。3点29分，他开始读1983年12月28日的课，再次进行的缓慢。他于3点40分放弃，吸了一根烟。几分钟后，卡拉进来量他的体温，98.5度，几乎完美。我开玩笑说。3点55分，绍恩量了珍的血压和脉搏。然后我太太又回去读那些课，做得比较好。珍在4点10分宣布她准备好上课了。她已经告诉我，她想赛斯会评论那部电影。她能感觉到赛斯要去评论他们刚才前面说的寻找火的这个电影中的一些内容啊。现在赛斯就来了，我再次祝你们午安。然后他说：“赛斯午安啊。”他说：“你们所说的在电影里描写的人、动物和自然的画面，只是在逻辑上可能显示出实相的唯一可能的描写。当我们考量那个前提所根据的、所本的信念的，就是所依据的信念的时候他说的意思，赛斯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个电影里描述的那种场景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显示实相的唯一可能性的描绘的画面只是逻辑上的，记住不是事实只是逻辑上，就从逻辑上是有可能的，实际上是不对的在那个环境，人和动物都被描写为凶猛的、彼此敌视的每个都决定要牺牲别人而令自己存活要杀死别人让自己存活。人类无法在那样电影助长的情况下存在的如果是电影描写的那种情况，人类是存活不了的。
而就彼此而言啊，就彼而言啊，就那个方面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动物能够啊，其他动物也不能存活。就如果像电影描述那样，人和人之间啊是那种人和动物之间、人和环境之间是这种敌视的、互相竞争的啊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的话啊，不光人类不能存活，其他动物也不能存活啊。不管任何相反的理论啊，世界所有其他物质面向以及所有其他的生物，都依赖着一个与生俱来的合作性。记住，是与生俱来的合作性的啊。物种并不因抢夺一块既定的地盘啊、地域而彼此竞争，不论那个显得是多么的实情啊。就不论人们观察到的，好像动物之间在抢夺它们的生存空间啊，比如说猛兽都有自己的领地，其他猛兽进来之后啊，就一定是一番厮杀。这个好像成为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一个固定的认知啊，而实际情况来说，根本不是啊。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而且这个合作是天生就有的，与生俱来的。塞斯最后不知道怎么来说了，他就只能说就是如此啊，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不论你看起来啊是多么的跟这个观点相反啊，他说不论是多么相反啊，前面说了嘛，这是相反，任何相反的啊这块，对，为什么？因为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和真实的情况啊，它很多时候是完全相反的。科学提倡这个想法啊，敌意是大自然及其所有部分的一个不变的属性啊，敌意是大自然及其所有各部分的一个不变的属性啊，这是科学提倡的。同时，它使自然的合作特性为颇不寻常或者少有啊，却显得是在常规之外似的啊。这个塞斯是带着讽刺和好笑的语气说的。他科学把这种物种之间啊，物种和物种个体之间和跨物种之间的这种协作和合作啊，它当成一种特例啊，来好像一个新鲜事儿、稀罕事儿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在讲21天丰盛之旅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照片，就是一个大象啊，用鼻子把在沙漠中啊已经基本上是脱水啊，马上就要被晒死的一个小狮子卷起来啊，把它带到水源边。那这样的一幅画面呢，恰巧被一个摄影师拍下来啊，成为流传很久的一个照片。然后呢，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特例啊，就是大象来照顾狮子啊，幼小的狮子，好像是一个特例，因为它们本身是天敌。首先，天敌这个事情就不存在，这是人类强安下来的，说谁和谁之间是天敌，还描绘了一个物种之间的一个生态环境的食物链啊，来确定这个天敌之间的顺序和层级关系。但这个本身啊，不是我们想象的，他们之间并没有敌意啊，你可以说他们是有一定的他们是个食物链啊，这是肯定的啊。但是说天敌没有这个敌意在里面啊。然后呢，偶尔的这种合作，我们却视为一种非常不寻常的行为啊。塞斯觉得很好笑，因为合作才是常态啊。即使生物性在最微观的层面上啊，都有一个广大的天生的合作活动之网络啊。同时在最微观的层面上，就包括在细胞啊、病毒这个层面上啊，都有一个广大的天生的合作活动之网络，而这统合了动物矿物王国以及地球存在的所有其他的面向，所有的都是合作的。每个有机体都有目的，而它是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实现其能力。它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实现其能力的，以至于它有益于所有其他的有机体这对其他的有机体是有益的
就是互相之间这协作来实现其能力。而这个方式实现他们自身能力的时候，是帮助于其他的有机体的。这个很简单就是细菌来实现它自身的能力，然后对其他的有机体是有好处的。细菌对人来说没有什么恶意和敌意的或者说大部分的细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对人类都是有益的。对人类用科学的角度来说，对人类有害的细菌只占极少数这只是人类科学的观点，而本质上来说，他们的每一种细菌从细菌的角度来说都是增于整个人类的生存的这个地球环境的即便你认为是有害的一些细菌所以每个有机体在其发展上都受到了其他有机体的帮助。是的每一个都受到其他的帮助，而其一的平顺运作是对全体的健全性都有所贡献的。其中一个的生物的平顺运作，单一物种的平顺运作生存的很好，对其他的全体的健全性都是有贡献的。人并没有开始狩猎动物，直到某个动物群需要一个控制其数量的方法。塞斯这个观点十分的新奇，他说不是人开始狩猎动物，而是这个动物的数量达到一定这个数量达到一定的这个数值之后他们需要开始减少它们数量的时候，这时候才出现了人类需要狩猎这种类型动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人需要狩猎动物来获得食物。从这个动物的角度来说，它们的数量是应该得到控制了。你看，人得到了食物，这个动物的数量得到了控制这是一个协作的关系，而不是你想象的人单纯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去狩猎动物的。如我先前说过的人和动物彼此学习，他们是亲密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亲密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人类也几乎从一开始就蓄养动物畜牧业很早就有了，从一开始就是因此人和动物两者都帮助了彼此人和动物之间是互相帮助的，他们一同工作行星上的生命，就是地球上的稳定性，首先依赖于这种基本的合作，在其中所有的物种都协力合作我们地球生物整个生态圈整个生态系统都是彼此合作的而不是彼此竞争和这个怀有敌意的。他说人的脑子一直是他现在的大小按照科学家的说法，人的大脑一开始非常小随着人类的这个进化，人的大脑的容量不断的增加达到今天的大小。而塞斯说这个根本就不对人的大脑一开始就这么大然后呢4点28分，护士来给针点眼是打断了然后他就把这个罗就给他念他听罗就是提到过，人和动物在大半是梦境的时期就已经开始合作了这是罗的补充。然后这时候护士点完药水之后，针继续而动物以你们今天所认识它的样子存在什么意思？就是动物和人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不存在人们想象的长期进化的结果，不存在就你看到的猫和这个猫第一次在地球上出现的样子就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不存在一个什么从单细胞像多细胞这样的一个人们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个所谓进化的概念，然后也更没有进化论所说的那种适者生存什么物竞天择，彼此之间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没有物种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从一个单一的
生物单细胞一直进化到今天这么复杂的一个状态物种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单细胞的生物仍然存在着这些单细胞生物仍然存在着，复杂的生物也同时存在着这是正常的正常的，不存在这种状态没有动物或者病毒是真的绝种了没有什么东西是绝种的我们既然说这个物种灭绝了，没有灭绝所有都存在着它只是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里头暂时的离开它会再回来的。就像我们千百亿年前的这个病毒有可能都会再次重现有些动物也可能会再次在人类的这个历史之外可能会再次出现的。于一个内在的网络里头在一个内在的网络里头而且并被保持的在一个整体的地球知识记忆里，它们存在在哪儿？存在在这个整体地球的知识记忆里一个生物性的记忆，因而每个最小的微生物在其内都有形成每个其他微生物在铭刻其上的生物性信息。每一个微生物都可以形成其他的微生物，所以说某一种微生物灭绝了，并不是真的灭绝了，因为它们的信息会储存在跟它们类似的其他的微生物上，而这些微生物这个灭绝的微生物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它会再次的出来，是由那些没有灭绝的微生物的信息直接可以创造出来。其一的存在其中一个的存在，其一就是其中一个的存在，便以全体存在的为先决条件的。其单一物种的存在是以所有物种的存在为前提条件，没有所有物种的存在，也就没有这个单一物种的存在。而全体的存在是天生固有于其单一的存在体内的这两句话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一个全息宇宙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就是任何一个单一物种它都有整个全部地球上生物的信息它依赖于这些信息的存在这个物种才存在。你看它是单一的，它单一形态的，但是它们是整体存在的这个用一般的人的理解是不太好理解的，但如果你懂量子纠缠或者量子这个就很容易理解在量子纠缠里头，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整个宇宙我们这个物质宇宙或者我们这个地球，它是一个大的量子纠缠态，所有生物、所有物种、所有的物质，它们都有一定的纠缠性在里头。在这样的一种纠缠态里头，你只要知道任何一个单一的物种或者个体的状态，就可以立即知道其他物种的状态。就像两个纠缠的电子或者是光子，不论它们相隔多远，你改变其中一个状态就能改变另一个状态。换句话说，你知道一个的状态就知道另一个的状态。假设有100万个这样纠缠的100万个就是50万对儿，或者他们叫一组吧，不能叫对儿了这叫说对儿就不合适了。就是100万个纠缠的个体在一起的话，如果他们处在一种纠缠态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就等于知道了剩下的999999个的信息了。这只有在纠缠态里头才是这样。那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讲，就是一种全息的宇宙信息，任何一个单一的宇宙中的存在的个体都
通过这种纠缠的理论你就可以知道其他物种的存在这就是塞斯这里头说的其单一的存在是以全体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而全体的存在就是天生固有于其单一的存在内就有的一个单一个体就有所有存在的信息然后塞斯就离开了，他说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他说你对鲁伯的状况想不想说什么这是罗想问的。鲁伯继续在进步，整体而言他的力量与日俱增，某些情况正在身体内发生，很快便会带来非常明显可见的身体在活动和整体合作上的实际的进步。到了4点43分是我真在停了一会儿后说，他做得很好，我尤其高兴地得到塞斯对于真的自己状况的鼓励的话语是他非常高兴这一点因为他仍不耐烦地等着更多的进步，他需要外在的肯定。在卡拉的帮助下，真在9点47分打电话给我，而当他快打完此节的时候，我告诉他气温已经降到0度以下了，真睡得暖和而舒服。那这一部分这是第1月21日的这一节。好的，我们接下来看1984年1月22日星期天下午4点07分我们看这一节的内容。他说我在早上6点30分起床之前，气温是华氏零下5度非常冷。当我在12点30分离开家去330病房的时候，已经升到了华氏15度。去真的病房的途中，我在外科1号病房停了一下，给了乔治亚我昨天买给他的独角兽以及真写的诗，我已将它转写在我们买的卡片上。乔治亚下周2就要动手术了。在乔治亚的房间里头，我遇到了一位以前照顾真的护士，他做过同样的手术一次脊髓 X 光照相，就是乔治亚为了这个腰间盘突出所需要做的。当我在那儿的时候，他给了乔治亚许多负面的暗示，他说那种事儿你不会很快忘记的，诸如此类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的这种外科手术诸如此类的话负面的信息。后来这位护士不约而至来跟真问好了，然后真说我真希望不在他的照顾之列了真在他离开后说我想要离开这儿为什么？因为这种有负面信念的护士对病人的伤害其实非常大的。真吃了份很好的午餐我告诉他我昨晚非常生动且色彩缤纷的梦。真和我沿着瑟斯汉纳河岸向塞尔斯走是徒步旅行我们都穿着色彩非常明亮的衣服。那天是美丽温和的一天，有朋友一起同行，而他们邀请我们坐车去我们的目的地，而我们拒绝了邀请他们坐车他们给拒绝了。真尤其坚持要一同沿着河岸走，你看真坚持要河岸走，他的跨步完全正常而有力，显得健康极佳。我也告诉真，除了那个梦之外，我也希望塞斯评论一下另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心里头想着这个莫德卡德维尔这个人，包括我2周前写给他的信就是那个人给他捐款我几乎已经忘记了他。我想要塞斯评论莫德对那封信的反应。我告诉真，我要知道，我要让他知道我的问题。万一这周我们收到莫德的信，我心想我今早如此明确地想到他，必然是有理由的。真同意我们很快就会收到信息。在2点38分的时候，真涂上了口红，然后在镜子里照了照自己，短短的。
3点他开始读昨天的课，不太容易的，然后在3点20分停止，抽了根烟。我处理信件，我也给自己暗示，照赛斯在1月19日课里大概给的建议啊。赛斯的建议就是在你身体和心理上都要做好准备，说我想要的事情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身体和心理的准备之后，你的这个老花就是看不清近处东西的这个症状就会缓解或者改善就是看不清那么清楚的时候是有帮助的这是罗的反馈。今天上午我也用过2次这个暗示用了2次，结果非常不错是担忧的问题是他自己担忧的问题我需要用这个暗示好几天，以便给我有创意的时间自己去令它生效。对我而言，那是暗示通常会生效的方式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太一样。对罗说他需要一些创意的方法创意的时间来让这种暗示生效这是他常用的方法。在3点39分，当真出现现在回头去读那节课的时候，他做得好多了。卡拉在3点45分量他的体温 98.1 度真说他今天想早点上课，以便我可以看超级碗这个美国职业橄榄球比赛这个在4点30分才开始但我说我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个罗不是挺喜欢看的他说那个时候他应该会睡一小会儿打一个瞌睡的，因为他每天早上起得太早了。罗的作息时间是早上6点半就起床处理很多事情，对，然后上午在家里写字打字整理文件，一般中午吃过午饭再去或者到医院吃或者在家吃，然后才去针的病房下午一直陪针一下午，一直到晚上7、8点钟才回来，然后继续工作把当天的这个记录整理下来，然后大概在晚上11点左右才上床休息这是他基本上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时间。所以说他中午呢或者下午呢，他一般下午3、4点钟他会稍微的午睡一下或者打个瞌睡。然后这时候赛斯来了，赛斯说我再次祝你们午安赛斯说我再次现身，还是加快那些疗愈过程的状况。他说再一次的极重要的是鲁伯专注于他的目标之上了，而不再努力去用意识心试图解决环境和情况这些点都是我们在康复中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只关注在你的目标上，不要用想法去想改变你周围的环境改变你周围的情况，然后认为只有情况变好以后自己才能康复，而你的康复不依赖于情况的变好，也不依赖中间的过程，你只要关注在目标不知怎么的你就好了。这就是神奇的地方。而一般人关注在我只能告诉自己我这个好了那个好了，一步一步的环境好了，或者医生给我检查的结果好了，我才能好起来那你这样的一种信念就会让你的这个彻底的疗愈会非常的阻碍他说这个告诉真他做得非常好，现在那是在他自己潜意识心智内无限智慧最擅长处理的问题就是只关注他想要的目标上，不必操心方式和方法只关注目标。这一条是很多人不会的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他就是不行，他就是做不到，他一到事情上他就关注在方法和方式上。他们的确会几乎不费力的发生，但他必须放下担忧的重担他们会
不费力的发生，但是他必须得放下担忧的重担，他们才能不费力的发生啊。请等我们一会儿啊，他要中间断一下。这个莫德对你们的信啊，觉得又惊又喜啊。这莫德是他们，就是罗一直想问莫德看到他们信有什么反应啊。赛斯告诉他，他没想到你们的状况啊，医药支出啊，在其范围之啊，医药支出其范围之大啊，他没想到这个真治病会花这么多钱啊。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啊。他想帮助真，并且啊，在进行了好几个计划。他计划啊，在他自己也出版了一本书，他想在他的书里号召他的读者给真啊捐款。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虽然真后来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啊有了这个医疗保险和等等，但是他医疗保险不是100%全包的啊，他有一部分费用是需要自己啊就是先支付一部分，后面再支付一部分啊，根据他保险的计划不同啊来决定的。而有些项目啊可能是不在保险之列的，包括一些康复等等啊，因为每个保险的条款都不一样。而你想真已经住院一年多啊，这1年多的住院里头啊，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医疗费用非常高昂的国家啊，这个费用一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再次的啊，重新看我们课程里专门谈鲁伯状况的那一部分啊，是个好主意啊。然后赛斯就离开了啊，他就想说啊，你对我昨天的梦有什么想法啊？就是他们梦见他们在色彩斑斓的一个环境里，他跟真2个人徒步啊，然后跟朋友一起沿着河边徒步，然后朋友说咱们坐车去吧啊，然后他们俩拒绝了，尤其是真特别坚决的拒绝了啊。赛斯说，那个梦强调了鲁伯达成正常动作的一个决定，就是鲁伯想要恢复到正常动作啊，他在意识中做的决定，以及他在梦中依靠他自己活动力的一种坚持，他不坐车，而非比方说靠一辆车或者交通工具啊。他也代表了你们想一同旅行的共同的决心，他想跟罗一起再次旅行。因此甚至朋友也无法令你们啊改变你们的观念啊，就是打断你们的这个念头，就是想共同的靠自己的力量啊自由的行动，或改变你们的方式。都说是的啊，就这样了，谢谢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短短的交流，也能知道赛斯是怎么来帮他们解读他们的梦境啊，通过他梦境的解读，也在再次强化他们疗愈的这个效果。在4点14分的时候，我读这节啊给真听，那该让你觉得好过些了吧？他在问真啊，尤其是关于梦的那部分。我说真同意，最近他一直在担心啊，病好了一点啊，然后担心他们出院，以及比我认为的啊忧虑的多啊，就真在想这些细节啊。病虽然好了一点，但是离出院还有多远呀？有没有这样的《论语》可以在他出院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医院当中可以坐着活动一下啊？他不想总躺在床上了，他在床上躺了快1年了啊。就是真开始想这种细节性的问题，担忧这个过程，担忧这个环节了啊，担忧这个。然后我说，直到他折起来的右腿开始放开的更多，就灵活性啊，关节不再那么僵直不僵硬以后啊，否则我怀疑他能够坐进任何一种椅子里啊，他坐不进去，因为他那个整个髋关节、整个腿、右腿都是向外掰开的啊，撇开的啊，是无法回到正常人的位置上的，就像一个骨盆打开的状态啊，他是无法坐到任何的椅子里的啊，真是相当痛苦的啊。虽然这个描写中没有描写那么多，虽然罗只是以只言片语来描述啊，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身上的某些或者一部分关节已经不能动了啊，就是只能固定在那里，像一个假人一样啊，像一个
模特假人一样，只能你给他摆成什么姿势，他有什么姿势，而真的还不是摆成什么，他只能以某种姿势啊。所以说他坐进论语的可能性啊，微乎其微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真觉得自己啊想要恢复，想要做到轮椅，但是罗呢又觉得这个可能是做不进去，而真也知道自己可能做不进去啊。所以说他还是对这种环境啊和外在有那么一丝担忧，但是他已经开始啊敢去想这个问题了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种欲望现在在场了，就是想恢复、想坐轮椅、想出去活动的欲望已经有了，而一定会产生结果的啊，好的结果啊。他说他现在表现出有关活动力的认真的向往啊，向往啊，就是想象啊和啊欲望啊，那是多年来我不记得他说过的。你看这句话很重要。多年来都没有见真说过他想好好的恢复出去走一走啊，或者能坐到轮椅里头去了。也就是说有几年的时间，真其实对他的健康啊能恢复到正常啊都没有升起过这样的一个欲望了。一个人对自己的健康恢复以后啊，想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欲望的话，那他的健康是很难恢复的。改变啊正在发生，而赛斯已经给过许多点点滴滴的鼓励的信息了，说他们正在发生，并将其效果啊并将有效果出现啊。为了正面加强伟大的改变的日子啊正要来临的这个心态，我大声读从1月13号直到今天关于真个人健康的部分的个人的内容。个人的课啊，就是私人课给真听，他们给了他不少的帮助，提醒他暂时遗忘了的一些重点啊，就有些他说，当一课一节一节的越积越多的时候，很容易让一个好的概念溜走啊。就是赛斯提了很多好的概念啊，它散落在一节一节的课当中，时间的积累，真也会忘记啊，会想不起来这些好的概念。而这个时候呢，罗在重读这些课程的啊，有关真个人的身体康复的这些赛斯给的点点滴滴的确认啊，来帮助真增强信心。而借由重读这个动作，永远的能够找回到那些点滴的信息，就是对真的鼓励的。我们对那事儿比以前要做的更好了啊，他们经常会重读了。好，我们现在介绍下一小节，1984年1月23日啊这一节。那这一天呢是星期一下午4点24分。然后呢，罗说，我们亲爱的朋友弗兰克·朗威尔多年来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今天当我在午餐的时候来访，他卖出了他第一副助听器啊，他是销售人员啊。我们祝他胜利。今天当我离家去330病房的时候，暖和多了。华氏25度，我立刻替真翻身仰卧。他说，昨夜我离开之后，2位护士来照料他，而当他们在照料他的时候，卸下了很多好些对许多事情的负面暗示。这2个护士都是很负面情绪的啊，跟真说了很多负面的暗示，就是包括对他的身体很难康复啊，类似这样的啊。真什么也没说。史蒂夫和 Tracy 不久后来访，他们对许多事情也有诸多负面的话好说啊。你看这个真啊，一天碰到2波啊，这种有负面信念的人啊，他们也对许多事情有诸多负面的话啊。直到最后，真受不了了啊，真直接告诉史蒂夫别再倒垃圾在他身上了。史蒂夫也谈到月亮的相位对他的行为举止有影响啊，他的意思不赖他啊，是因为月亮的位置，他的这个现在情绪比较低落。真说我不相信那些啊，史蒂夫道了歉。看真现在开始知道
正面的开始反击，或者是对那些有负面情绪往他身上倾倒的人开始拒绝而且非常明显。然后罗跟真描述了昨晚罗做的一个极佳的梦，再一次的五彩缤纷。他说你一直会回想那种梦非常美妙的一个梦。在梦里头，真和罗搬回了458号西华特街，只不过现在那个房子比他真正的样子要大多了。他这样的梦已经不止做了一次了罗已经做了好多次回到他以前住过的不同时期的公寓，然后那个房子都比那个房子实际要大这里头赛斯也做过解读有不同的含义和意义在不同的平行世界里头，他们确实是在不同的房间里头生活着。里面有许多间，有更多间的公寓他们的状况都很好，就房屋装修的都很好，有一个楼层交错规划的，有许多楼梯连接楼层有一个楼层是互相连接的，所有的楼层都可以连接到这个楼层上去他们不像通常公寓那样彼此分隔开，他们没有分隔，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公寓和公寓之间每一间房是互相连通的。因而如果为数不多的租户选择如此做的话，他们可以彼此自由的交谈有很多为数不少的租户如果他们选择可以就是互相交流的话，他们可以彼此自由的交谈但当我想一个人画画的时候，我有一个角落画室，但是如果罗想一个人安静的画幅画，还有一个小角落可以画室，不被别人打扰，可以躲在里面一个人作画，一间非常好的房间。真非常活跃而且健康，这是在他的梦境中是这样子的，正常的四处走动。在梦中我投入绘画，但却没有写作在那一生里头，梦境的那一生里头3点16分，真开始读昨天的课，做得还不错，比昨天好。我想我处理信件，他开始难以阅读，但在3点30分还是读完了，即将结束时读得好些了。在3点55分，我开始问真有关他在天主教小学的宗教训练的事儿。今天上午我开始写一个粗略的注，与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第5章的一节里头赛斯的说的话有关。在其中他提到早期人类活了几百年唯一一次他这样说，我计划查一查圣经里的一些族长的年纪，而想要知道对于这种人和他们的年纪，真曾经在天主教会被教了什么。因为真就是天主教会的学校的学生，他觉得真应该知道这些圣经里的古老的故事卡拉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来查真的生命迹象就是量体温测血压体温是华氏98.4度在我们谈话期间，我注意到我太太很快便开始对我的问题起了情绪上的反应。我以为我的问题是够无辜的，但很显然我们对话的主题对真而言有一种情绪上的电荷，其中之一我想可能与他的症状有关。如果回溯过去的话就跟他的症状有关。事实上我很确定，不过在他发现自己在做什么之后，似乎能坦然地接受我的问题，甚至自愿给了我许多并没有要问的咨询他这段话说的很客观或者很含糊他其实想说的是，他问了真一些关于圣经里头谈到古老人类可以远古人类可以活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结果真却非常大的情绪关于这个问题然后他觉得呢，真的情绪是跟真现在的身体症状问题，因为远古人类活几百年，真现在才50岁就身体就已经不能动了所以说真是有情绪的。对，其实真的情绪还不只是这个跟他昨天晚上包括今天白天这2波对他有负面情绪的这种人，对真是有影响的
但是真呢，后来马上意识到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啊，然后他就做了一些改正，主动给罗提供了一些信息啊。在4点20分，真叫我揉他左边太阳穴的某一个点啊。最后，当他揉完之后缩回手，罗缩回手的时候，他突然大叫出来啊，真突然大叫出来，而他的头迅速的向右下垂啊，十分突然的发生了某种肌肉的松弛。也就是在那之前啊，真的脖子啊也是肌肉也是僵硬的，所以说他的头一直是不能自然的啊垂下来。结果他按摩他左边太阳穴的某一个点，按摩了一小会儿，罗一松手，他整个肌肉的脖子的肌肉就全部松弛下来啊，头向右边的一下就垂下来了。真叫了好几声啊，而显得暂时的呆住了啊，真吓了一跳啊，非常吃惊啊。他叫我揉他右边太阳穴的同一个点啊，左边揉完有这个效果，他揉右边。但是我们得到的任何结果之前，一个护士就进来了，因为真在那病房里叫，护士就进来问，他说我4点的查房迟了一点，你需要任何东西吗？啊，就打断了他们啊。在那之后，我还热了起来啊，真说，在他揉完左右太阳穴的同一个位置之后，真还热了起来，指的是他前额的反应啊，他的前额会热起来，这令我想到啊，他所感觉到的暖意应该是身体疗愈的一个信号啊，因为赛斯在前几节说过，如果你的身体开始疗愈了，那你的身体会发暖的，就像赛斯最近说过，是与温度有关的啊。赛斯最近说啊，你的这个身体开始自我疗愈以后啊，身体会发热的不能说都是这样，但是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在我们谈过宗教性问题之后，我写了一个短注，摘录了真的话，我可以用在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这个注上，并且得到了他的同意。现在我再次祝你们午安，这是赛斯就来了，然后他们说赛斯午安，然后他们说在那些古老的日子里他说的是远古时期啊，远古时期就是圣经描述比那还早的时期啊。男人和女人真的活到了会令你们惊异的年纪啊，许多活到了几百岁啊。赛斯再一次肯定了这件事情啊，他除了在梦演化与价值完成的第5章的某一节提到了这一次，那是罗第一次听到赛斯这么讲。然后这里头赛斯又再次强调，在这里头有一个很多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件事情，很多人一直是在纠结，到底我们是追求让我们的肉身活几百岁，还是让我们这个像正常人类一样活上几十年就离开下次再来体验，到底是哪一个啊？这里头赛斯很少提到关于肉体的这个永生的问题就是肉体可以一直但是远古时期人类活上几百岁甚至有的人个别的活上千岁、上万年都是有可能的这并不是不存在的事情都有可能。但是在这个状态下在这个理念上，并不是说要求我们人类也要在这个肉身上追求远古时期那样可以肉身的长存几百年、几千年，不是的它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或者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需要不同的这样的身体的年龄是正常的。比如说为什么呢？在那个远古时期，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记录的东西，包括像用结绳记事文字这些东西都没有，所有经验的传递全是靠口口相传或者身体的这个教授。那在那个时候，为了保持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族群或者一个部落的文明和历史基本上是靠人在传递的这个部落的这个年龄最长的会记住所有的历史和当时他们的这个部落的发展，包括一些技术生存的技能的传授，都是需要他们的这是一个
时代的需要。那当后来我们有了文字，有了记载，有了这些东西，不需要他们通过活几百岁来记忆这个东西啊，也就这种需要的不存在了啊，这种需求的不存在，所以说人类的寿命也就没有那个必要活那么久了。活那么久对很多人来说他是羡慕的啊，他是羡慕这些人可以活得很久啊。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当你自己真的能够活得很久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肉身，假设我们说一个比较合理的年龄，比如说你这肉身可以活800年800年不死的话假设这一切正常的话你会想象这对你来说是什么比如其他人都是正常的年龄假设大家都是正常的年龄几十岁，你会痛苦这时候你想想，你不死，别人你身边的人，你所爱的人一个又一个的会离开你你这一生可能会跟无数的人组成过家庭可能10几个、20个30个、40个不一定这都不一定的。然后这时候你经历了所有这些东西，但是因为你的肉身的存在，对，你会经历所有这一切。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些人呢，你周围的人跟你活的寿命都是一样的你们都活几百岁那在这种状态下，如果都活几百岁，你活几百岁，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去追求和投资，这是大家的正常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值得神奇的事情。而这个时候你活几百岁跟你现在活几十岁没什么太大的差异你觉得会有差异，其实在你的感受和体验上没有太大的差异。相反，对你个人的成长并不是最有利的，因为你会以一个单一的肉体的身份，比如说你是男性或者女性，你是某一个部落、某一个这个背景下的一种特殊的身份，而反而不如你每过几十年，你就以一个新的身份投入到这个三维世界中去体验这两种相比较来说，如果灵魂都是永生的，前提是灵魂都是永生的，灵魂永生这件事情我们已经不用讨论，大家都知道。那在这个灵魂都是永生的前提下，你是愿意隔几十年就换一个全新的身体，还是愿意用这样的一个同一个身体生活几百年、几千年这两者都有它各有的利弊在里面，并不是说活得越久就越好所以这件事情呢，后面我们也不再成为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和方向了。不论是赛斯也好，还是不论是三维世界的文化也好，我们追求的更多的是生活的品质和生活的意义而不是生活时间的长短。如果你的生活没有实际的意义你只是日复一日过着普通的生活，你几百年如一日那这样的生活和你丰富多彩的生活虽然只活了几十年，那你宁愿过这种丰富多彩有更高生活品质的生活这个是希望大家能理解的。在已经超越了对物质本身的执着和追求之后这个活几百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成为我们后来的人的一个追求但是这件事情确实是发生的，确实是存在的这样的人确实是有的不要觉得是这个神奇这个的确是由于他们的知识及经验都是极端的被需要的，记住这句话是核心，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是极端被需要的所以说他们就可以活见，他们备受尊敬而他们将知识注入歌与故事里传送下来他们把他们的知识放在歌和古代的故事里头，就是神话传说里头世代流传下来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的这些歌谣各种歌如果你知道这个格萨尔王或者什么其他的各种史诗，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对，口口相传传承下来。不过除此之外，他们的经历是以不同于你们的方式被利用的就除了上面说到以外，他们的经历跟我们平常人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在清醒和睡眠状态之间交替
他一直处在一种半梦半醒之间的状态他在睡眠和清醒之间交替，不是像我们现在也在交替，对吧？我们是大概每隔10几个小时交替一次。我们睡觉睡上一般睡上几个小时，我们就会起来就会处于清醒的状态。睡觉的时候是睡眠的状态。我们是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间隔的交替。而那个时期的人呢，他们是短时间间隔的交替我随便举例子，比如说30分钟清醒，30分钟睡眠或者是2个小时清醒，半个小时的睡眠再过2个小时又清醒，再过2个小时又睡眠具体的时间不一定每个人或者每个需求不同也不同，但是他这个交替的时间非常短甚至有的时候他自己是分不清他处在哪种状态的他是在这种2个状态之间频繁的交替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直处在一种似梦似醒之间而当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他不会变老的那么快就当他们睡觉的时候，他不会老的这么快。那很多人说，那我现在如果睡得多，是不是就会显得年轻就会显得不老睡觉是不是会减缓人体的衰老？是的如果你进入一种深度的睡眠的话，是确实可以减缓身体的衰老。前提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睡眠就是间隔的很长，然后睡眠中还有焦虑，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状态的话那你跟平常是一样的并不是说每个人睡眠都会减少自己的衰老，只是说他们在睡眠的时候，他们的意识状态跟正常人是不是一样的他们处在意识的清醒和睡眠之间的频繁交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睡眠可以减缓他们的衰老，而我们一般人的睡眠对这个衰老的影响非常小他们在睡眠的时候，他们的身体过程慢了下来有点像冬眠的感觉。虽然这是真的虽然这是真的，他们做梦的时候的精神过程却并没有减缓。但是他并不是说睡着了，他生命得到了这个减缓就变老的速度在减慢。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干，不是的，他们在睡眠的时候事情非常多的精神过程没有减慢，只是身体过程在减慢了在梦境有个大得多的沟通在梦境里头他们也在沟通彼此之间跟族人之间，因此有些功课是在梦里教授的，在梦里他们要给别人上课在去到梦境中给别人的梦里头给别人上课，同时其他的则在醒的状态下进行。有一些课是在清醒的时候交给他的族人，有些则是在梦中交给他们的族人。当肉体的存在继续的时候，要传递的知识越来越多，因为他们不只是传递私人知识，也传递属于团体或者部落的整体知识他们的知识要讲因为他活得越久，他知道的历史或者了解的知识包括他们族人的成员越来越多对，所以这个信息会越来越多的现在他说你的梦代表你正浮出到里面较大的信念的空间。他这时候转过来讲刚才罗描述他昨晚梦见的那个梦，在梦里头呢，他们有一个以前的老公寓，有一层连在一起了，所有的房间都连通在一起的，不像普通的公寓是隔开的，完全分割开的，它不是，它是隔在一起的有一种像是那种大开间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住过那种就那种大的那种像体育场或者没有那么大像一个大的楼层他们之间做那种集体宿舍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之间是没有一个可以锁死的门的，他们之间可以互相走来走去的他说罗，你的那个梦表现出来浮到里面那个较大的信念的房间，就是你梦见一层楼所有的公寓都连在一起这表明你那个信念的房间已经浮现出来了。那许多的人和相连的房间代表了更广大信念的结构，
那是全都相互连通的啊。对，他说这表明你有进入一个更大的信念结构当中去，在那种更高一级的信念结构里头，所有的信念都是相互连接连通的啊。赛斯在给罗解梦啊，不过同时你仍集中注意力在私密的创造性自己身上，但是在这个梦中你有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角落画室，这个是不受别人打扰的，你可以在里面自己画画。他说这件事情也反映了你还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个人的创造的这个个人的创造性上，私密性上而由那个观点看世界，故此有你在里面画画的私人角落，因为从私人的创意角落，你看着那个新信念的互动的大的结构，你躲在一个私人角落里来观看那个新的信念互动这些新的信念之间互相沟通连通这样的一个大的结构里面，但是你还是愿意躲在一个安全的私人的结构里头。如果你不想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你可以躲起来他指出了罗的这个内在的在梦中的这样的一个底层的象征意义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到确实是他们信念的写照，也是他们生活的写照。就是罗和真咱们先说罗吧先说罗因为这是罗的梦其实他们俩很像的他们通过赛斯资料，他们其实跟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链接和连通，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这个世界上无数的人，甚至引领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可能这一点上他们自己都感受不到，或者不是那么明确的感受得到了。而这个过程当中，作为这个事情的主要的当事人，他们应该跟大家有更广泛的链接和互动，但是很遗憾，因为他们信念不是这样子，他们只做有限的互动，或者非常非常有限的互动。他们大多数的时候是躲在他们自己的角落里面，通过他们的角度来看别人在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读者来信跟他们之间，还有他们讨论赛斯资料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他在观看别人互动。他们也通过写回信的方式有限的参与了部分的互动。其实在当时1984年的时候，他们有更便利的手段，比如论是广播电台还是电视台虽然那时候网络还没有普及但是这两个当时非常广泛的影响的这个媒体，他们都没有用，他们没有参与广泛的互动，他们只参与有限的互动，用了最原始的方式，就是写信，读者来信其中会对其中有些信做个别的回复，他们用这种方式参与了互动然后他们不想接受任何的采访和打扰，他们也不愿意参与公众的任何的活动。从这件事情来说，跟他的梦境是相符的在一个私人角落里做自己个人有创意的事情，但是在互动上却又有相当大的保守和局限性，并不是说，但是他并不是完全排斥他也会观察向往这种所有人互动的这种状态，但是他还是愿意保护个人的一个隐私性和个人性。然后赛斯就已经离开了然后这时候他趁赛斯走之前，他赶紧问，他说当我揉他左边太阳穴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回事他的为什么肌肉突然松弛了，然后还大叫了几声然后赛斯说那是一个极佳的反应非常好，他本能的知道自己要去触摸那个压力点，这些是身体里会加强能量的重要的这些点那些重要的能量交汇点我们中医的来讲，那就是很多穴位能量的交汇点就是穴位但也能吸收压力其实能量交汇点也能吸收压力，像你那样触摸它们的确会释放这个压力，就是真的浑身的肌肉的紧张僵硬绷紧，其实很多时候是有很大的内在的压力的。而真的反应是觉得头晕真是感觉头晕，这种事件也释放了身体的其他部分，可以说当效果反射过来的时候到现在还没有
明显的感受。他说过一阵啊，当这个效果反射到其他的身体的部位的时候啊，他会也释放身体上的这种压力。目前来看，就是能解决他脖子肌肉的松弛啊，以前的僵硬现在可以变得松弛了。然后呢，可以让针觉得头晕啊，但是他指头晕是头脑的一个反应啊，对身体的反应啊，是释放压力。4点40分啊，我谢谢赛斯他的现身。在我替针翻到侧边之前，他喝了些姜汁汽水。之前我没在我的梦记录中提到，但我曾跟针描述过我如何问过458号西华特街，不论哪位房东我们的租金会是多少？罗说的是在梦里头他在梦，这个细节他没有描述给针，就是在梦里头的时候，他问他的房东就是在梦的记录里头提到他梦里头，但是他实际跟真聊天的时候没有跟真说过。他不论问哪位房东，他的房租金是多少，都没有得到回答都没有，在梦中都没有回答。他说我预期会是个好价钱，他觉得应该是个非常好的价钱而有点怕它会很高。他希望它是很好的价钱，但是怕它高，所以这些梦中的房东都没有回答他这个小事情赛斯没有评论，他也没有问他这个不重要这个梦的重要性前面赛斯已经解读过了那我们看下一节是1984年1月24日星期二下午4点27分，看这一节。当我将自己的打字机送到服务分店并且开往330房间的时候，天气出乎意料的暖和，超过了43度华氏43度这已经零上10度左右了当真开始吃午饭的时候，我告诉真我昨晚非常生动而且色彩缤纷的梦，我觉得它具有重要意义。你看它连续几晚都在做色彩缤纷的梦这个罗的梦非常有意思首先他在描述他的梦他说我与真的父亲叫戴尔真的父亲叫戴尔，沿着非常深的雪中登山路径走，他们在雪中登山，周遭有许多其他人，它并非一种孤立形式的背景是有人互动的。我们走上走下又绕行，然后戴尔问了为什么问了什么理由离开了我不是，他说然后戴尔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理由离开了他他们原来一起结伴的在雪中登山山上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但是这个戴尔离开了他，而我独自试着继续，结果却动弹不得，依附在一个非常陡峭的山壁上。在梦中戴尔离开之后他就走不了了他被限制在一个非常陡峭的山壁中，不然我会向下溜进一个非常难爬出来的深谷里面他如果乱动可能会往下溜下溜到一个很难爬出来的深谷。然后呢待了一会儿，这个真的父亲戴尔就回来了，他穿着的干净摩登他穿着是裁缝手工缝制的登山服，一件呢子夹克和一顶呢子帽子，上面还插着一只羽毛，比他在真实人生中穿的时髦多了这是在梦中的真的父亲他年轻的多比他实际他印象中年轻的多，而也比我向来看过的要更沉着冷静的多在梦中这是他梦中真的父亲的状态。然后罗说我在一个他下一个环境就是在一个山间的小屋里面有一些墙是全是玻璃墙你看在山间小屋都是玻璃，四周有许多人坐在了铺着白色桌布的小圆桌盘用餐这种很多这个国外的小餐厅都是这样子甚至有些高档餐厅也是这种布置的铺着白色桌布的小圆桌，只能坐2个人或者3、4个人布置的非常的舒适非常的舒适。我和我的朋友Frank 的女儿他的一个朋友叫 Frank， 他的 Frank 的女儿叫秦朗威尔一起
我们开始跳舞啊，就他跟他的朋友的女儿开始跳舞，起身开始跳舞，彼此抱得很紧啊，他们抱得很紧。我对琴的感情很深啊，他对朋友的女儿的感情很深，一种奇怪的令我惊奇的渴望啊，一种奇怪的啊，为什么奇怪？因为那朋友的女儿啊，她本不该有这样的一种肉体上的渴望，但是她却有了啊这种身体上的渴望，与对她的性吸引力一种强烈感觉混合在一起啊。就对他既有一种性的渴望，也有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很深的渴望啊，这两种感觉混在一起啊。我知道他对我也有同感，而且他能感觉到啊，这个琴对他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聊着啊，他们聊着天儿。当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的眼睛距他的脸如此之近，以至于我能看到他眼睛下面的皮肤非常的细致平滑的细小毛孔，而梦到此就结束，或者退入其他的层次去了。他梦的最后一个情景记得就是他跟他朋友的女儿在跳舞啊，然后他会有了一些非常复杂的情感在里头啊，既有对这个性的吸引力的也有很深的比这个超越了性之上的一种更深的情感的一种链接混合在一起啊，然后他们如此近的在跳舞，他能看到对方非常细致的光滑的皮肤啊，而这个梦是让罗印象深刻的啊。他说他整天都记着这个梦啊，这个像是一个小春梦这样的感觉啊。他对我的冲击如此之大啊，它不是仅仅是关于春梦的问题啊，还有如此深的情感的链接的问题。我一直感觉到对情的奇怪的情爱啊，他能感觉到就是他醒了以后还能感觉到混杂着某种遗憾有很多遗憾在里头因为不可能因为他跟真现在是夫妻嘛我们之间没有事情能真正发生什么也发生不了，因为年龄差距太大由于年龄的以及其他的因素所以说也发生不了什么其他因素指的就是他跟真还有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我告诉真，我也感觉到秦不知怎的对人生不满意，或许是困惑，或许是受困于他的艺术倾向和他被教养去过较传统的生活之间。在医院里工作秦在医院里工作，然后呢本身呢他有很强的艺术倾向，就是一个喜欢艺术的一个女孩子却在医院里工作这对她本身来说是很不满意的你可以想象一下等等而我感觉到她对于搬去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叫拉雷的这么一个城市她不太确定但是与她的男朋友，这是他们的人生规划要离开了昨天弗兰克告诉我，就昨天白天的时候这不是梦中这是在生活中，弗兰克告诉我，现在要去看到秦并没有那么容易了。以前只要跑到华府去，华府就是华盛顿但是现在都要开上15个小时的车才能看到他的女儿这 Frank 是他的朋友，跟他讲他女儿搬到北卡罗来纳州要在几百公里之外上千公里了快他们现在住在纽约州和宾州的交界的地方是不是比较靠北的他们搬到靠南的地方去。因为 Frank 跟他讲了他女儿的这些事情，跟她男朋友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住了，那这个可能引发了罗对于他们之间这种奇怪情感的这种链接，所以说才会做那样的一个梦3点的时候，真开始读昨天的课，却做不到。他在几分钟之后放弃了。同时，我则在处理信件。你看他每天的信件还是很多的。他在3点20分在试，做的好多了。我告诉他，我试了赛斯进来的一节里关于加强我的近距离视力的建议，
很有用啊。他跟珍说，赛斯的给他的那个建议非常有用。珍在3点35分读完那一节课，3点40分他开始读1983年10月9日的课，却读的没有那么顺。见我为1984年1月6日的课开头注释里写的医院与课按时间次序的记事他现在把这个医院和这个发生的事儿都像日记一样记录下来不像以前赛斯的课他会标注第多少节901节510节等等，他会有这种标注的。但是后来他的课就是在健康之道以后，他不再按那个节来标注了因为赛斯每次传递的内容都非常的短小而这里面呢，他们在医院里的生活的琐碎的事情又非常的多，所以说呢，它更像是一个日记式的记载然后呢，他又把课搁在一边抽一根烟，然后在3点58分回去继续读。他终于放弃了他不想再读了他最后决定上一节短课虽然时间已经晚了就是已经4点58了3点58了然后赛斯来了，赛斯说再次祝你们午安他说赛斯午安。他开始上来就说罗的梦，他说你的梦完全是由 Frank 来访的时候就昨天中午的时候谈到他的女儿琴所触发的就你的梦就是因为这个触发的那个导致你刚刚在正常意识之下思考父亲与女儿的关系，然后想到真的父亲戴尔，他比你所曾认识的他显得更年轻且更有活力的确是这样子的，可以说完全的改观。就是罗以前对真的父亲的印象是不是特别好的真的父亲后来就搬到佛罗里达州去居住了他们的连接也越来越少，但是他们是认识的但是他在他的印象中，真的父亲是非常老的是很就是一个老年人，在他印象中是个老年人在他梦中完全不是是年轻有活力的。对，在你心里他得到了救赎，在你心里他得了什么意思？就是罗在心里已经对真的父亲完全放下了任何的偏见和评判也就是说他在心里已经完全的接受了或者是原谅了真的父亲他们之间是有一些过节的是有一些不愉快的在里面因为那时候他们每隔2年或者1-2年去看一次他的父亲，我印象中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每次呢都是很一般的关系没有太多。他通过这个梦就显示出，其实你心里头已经对他放下了而出现了为他理想的自己就是你梦中出现的是那个真的父亲他理想中的自己是那样子在那方面，就那方面而言，他有助于引领你沿着安全的路径走出危险。他说从那个角度来说就是在梦中的真的父亲是真的父亲理想的自己，当他是理想的自己的时候，他是可以帮助罗走出他的危险。对罗的危险是什么？就真的健康是他目前面对的最大的危险他在这里头他们不是在梦中有一次这个真的父亲把他带出了一个非常险境嘛这也表示你在其他层次上的知识鲁伯已经不再受到由于与他父亲的关系而来的任何负面信念的限制了。这个梦从更多的层次上也显示出，其实这个鲁伯就是真他也不会再受到他负面的关系这样不好的影响对真的这种限制了然后他说接着说这个梦嘛于是呢，秦朗威尔
它就代表了弗兰克对女儿的这样一种情感就在梦中你出现了一个朋友的女儿，而且你们还有那样的一种情感的链接。他说这个表明了弗兰克对他女儿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感情，而以一种方式你感受到他们像是你自己的一样。他说你感受到的其实是弗兰克对他女儿的感情在梦中，但是呢在梦中呢你感觉到的却是以一种感同身受的方式在感受就是在梦中你对秦的感情就像他的父亲对他的感情是一样的什么感情呢？是一种父爱，有性和同情的一个混合的一种情感在里头。就是弗兰克对他女儿是这样的一种混合的这种情感，这些情感也代表了戴尔对他的女儿真的爱也代表了对他女儿这种真的一种爱那个梦表示你知道鲁伯在与他父亲的关系里的负面的意义已经被澄清了就是真和他父亲关系中的负面情绪在这个梦中已经被清理掉了，没有了在另一方面，年轻的戴尔也是你自己内在的一个象征这里由赛斯再次指出了。他说那个帅气的、打扮时髦的、年轻和充满活力的戴尔也是罗的内在的一个象征罗的内在的一个象征，在梦中是那个样子的然后他扮起了一位指导者和陪伴侣在梦中他在扮演一个指导者伴侣，因为在梦里头呢那个真的父亲戴尔呢他是陪着罗去登山的是一种陪伴者，而且在这个罗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来帮他解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这样的话呢，他说其实这个罗的内在的一部分投射到他的父亲当中去投到真的父亲当中去，他其实也承担了一部分真的父亲的角色在真年轻的时候生活迷茫的时候起到了真的一个引领和陪伴的作用这也是他们之间的情感非常深的地方他这里面提到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感情呢是非常的复杂的他既是伴侣他又是指导者他又是一个引领者又是一个陪伴者，又是个伴侣这样的一个混合的一个角色这个也是表现出这个罗的内在的一种感情的丰富和复杂度他再一次的这一刻启动了加快身体疗愈的那些坐标，要鲁伯再次提醒自己放下是安全的，并且要信任他自己自发的节奏，他自己的动作就让鲁伯放下这些都是安全的要相信自己自发的节奏，比如说摁太阳穴这些的他说我也许回来，也许不会回来，再一次的按照那些我所说的节奏，但要知道我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他要离开了。在4点38分我读这一节给真听，然后真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当你在读它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父亲在顾看着我在看顾着我真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你读这一节的内容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父亲在看着我在照顾着我看顾着我，就是看着和照顾着就那种心理上的感觉我说那显然暗示在课文里了赛斯已经暗示过了，而当赛斯在讲话的时候，我心里也那样猜想。我提醒他在10月的在10月的课堂里头，我在我的注中写到关于救赎的事情我也在梦进化与价值完成里头处理过其深刻的遗憾。我们在心中原谅某些我们认为曾经伤害过我们，或者是我们放不下的那些人。
我们在心中对他们的原谅，其实是对自己的救赎，也是对他人的救赎啊。不论在时空隔了多久，很多人说，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个人我已经联系不到了，曾经发生过的都已经发生了啊。在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就是在心中对过去的人和事的一种放下和一种原谅，其实是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活动啊。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用救赎这个字来表示它的重要性，是对自己的救赎啊，也是对他人的救赎。我们在课里啊没有被打断，事实上我们终于发现，整个下午都没有人来查真的生命迹象，或者来倒空他的尿袋。一位护士说一位护士在4点47分才出现，在测了生命迹象，体温98.3度之后，血压非常好。当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某事触动了真少女时期的一个记忆。那时她徒步走到祖父在萨拉托加温泉市的做事情的那个修车厂啊，真想起来了啊，她少女时期的一个记忆啊，在她的记忆中，她走路啊走到她祖父曾经工作过的一个修理厂去啊。从那个修车厂在城市的另一头啊，他整个穿过了一个城市。但小的时候他穿过整个城市啊，他想可能是在他读8年级的时候啊，就是在读初2啊的时候啊，真记得俯视进一个水塘而写了一首诗，他甚至还记得至少一点点那首诗啊，他记得他在走路去祖父的修车厂的时候，路过一个水塘。这首诗他写的是：我看入水塘，看到了什么？唯天上的星星正回看着我啊。这是他写的一首诗。而这个诗呢就像著名的我们中文曾经说的：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啊，同样的意境啊。这我们以前也谈论过很多次。你在看这个宇宙的时候，宇宙也在看你；你在看风景的时候，风景也在看你；你在看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看你啊。他说很奇怪的是下午稍晚，我终于对梦之未预期的价值做了一个重要的链接啊。我告诉真我突然了解到，梦中我体验到的是在有意识的生活里，我从不知道也没有通达管道的父亲的感受，真正的感受。真在下午的晚些时候，他突然间灵光一显，他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这个梦对他的更深的意义在哪里？更深的意义是，罗这一辈子没有做过父亲他跟真没有小孩。在这一世里头，罗不知道做父亲是一种什么感觉，也不知道养育一个女儿是什么样的感觉。而在这个梦中，他真真切切的切身的体会到了，就是通过跟他朋友的女儿 Frank 之间的这种情感上的这种链接他们在一起跳舞的时候，彼此看着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种情感上的链接让他突然间明白了，作为一个父亲的感受是如此的复杂如此的混合了多种情感在里面的这种感觉。那么随之在梦里实际上扩大了我此生的经验，并且是一种最有意义而强烈的方式什么叫最有意义而强烈的方式？他没有展开讲就是在爱的当中去体会了，就是父亲对女儿的爱，那是我们经常说父爱如山一笔带过，再加上了我们受传统文化的这些几千年的这些限制包括世界各地的限制，我们只用一个父爱如山好像来代替父亲对女儿的爱。其实不是父亲对女儿的爱，它是混合了很多种爱的在里面。比如经常会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情人前世的小情人等等，所以这句话其实也暗示了
父亲对女儿的爱有情欲的部分在里面但不是那种很邪恶的那种很淫荡的，是一种对异性的那种喜欢那种欣赏所以这些感情包括他的父爱，他的陪伴者帮助者想引领自己的女儿走向更美好生活的这些情感，它是混杂在一起的就这种感觉让罗在梦中真真切切的体会了一次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是非常有意义和强烈的方式这种情感的强烈让罗而不是从概念上意义上，像别人说你对女儿之间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是这种理论上的，不是，是让罗直接的从情感上的感同身受胜过所有的千言万语就是罗没有当过父亲，但胜似当过父亲的这种感觉这是罗的体验。纵使我在晚上9点半在写这段东西的时候，我仍然能感觉到那种感觉的冲击力有多强这是他的真实的感受。也顺便加一句在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第5章里头，我谈到了1980年我有过的2次强烈的宇宙之光的经验。Frank 曾经牵涉到其中之一。在梦境中，赛斯曾解释说我如何接受到 Frank 对年纪、对性以及价值等等的思虑，因此昨晚的梦也涉及了建立在我由 Frank 那儿接收到的信息的元素。显然我们的心电感应沟通运作得非常好在1980年的时候，他有过2次罗有两次看到宇宙之光在他的视线的边缘越来越亮，在他睡觉的时候在他头的我记得是右侧还是后半部分就是他有2次这样的经历，在这2次里头都牵扯到了 Frank而 Frank 这个人本身他对年龄、对性、对人生价值都有自己的一些考虑。罗说我昨天的梦里头也蕴含了很多这里面的一些元素在里头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展开讲了你有感兴趣的可以回头去看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第5章的相关的内容好，我们来看下一节这也是第1章的最后一节在健康之道第1章的最后一节，是1984年1月25日这一节，是个星期三的下午。再一次的天气相当暖和，当我离家去330的时候是40度华氏。真仰卧着，在我到那之前他刚刚换过绷带医院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很忙，水疗室也很拥挤。当他吃饭的时候，我告诉他今天上午我打了电话给我们的律师，这个蓝十字Blue Cross 没有回音，但他说过如果任何人捐钱给魏德卡德威尔，假设是在为我们组织的基金，我们不用担心这个赠与税这不叫礼物税叫 gift tax 我们不用担心赠与税的事情，在缴税之前必须要先达到美金1万美元的起跑点因为这个事情他一直为什么写在这个书里，是因为那个作者叫福德卡德威尔，在他写的一本书里头号召他的读者给珍和罗捐款，他打算为他们成立一家基金，但是这个基金会关键是还没有成立，这个捐款就像雪片一样的来了，而这么多钱捐助过来之后，罗和这个作者就是帮他们捐钱的这个人，他们都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税的问题，因为美国对于税有严格的这个制度税收制度。而这里面呢，他们经过律师的交流，发现一个问题，不用担心，即便没有成立基金会在美国，你捐钱给基金会，你是可以获得税收减免的。比如说你今年应该交税1万美金，那如果你把其中的3000美金捐给了这个基金会或者这种慈善机构，
你交税的时候只用交7000就可以了啊，因为那3000已经抵扣了啊。这样大致的啊，我们说这个税收的这个减免政策啊，所以说呢，很多当然你不能全把这个所有的收入都捐给作为抵扣是不行的啊，只能抵扣一部分。我印象中是不是25%就30%啊？就最多你应缴纳税款的30%是可以捐给慈善机构的。你不能我说我应缴纳1万元，我把1万都给了这个慈善机构，这是不行的啊。这样的话，国家税收就会大量的流失了。所以他只能拿出一部分来让你作为捐赠，但是给你抵扣。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啊。然后这个罗和珍担心他给他捐钱的人不能获得这个税务的减免啊。后来律师告诉他不用担心啊，虽然他们收到的是一大笔钱，但是他是有很多人，每个人捐了一点，比如这个捐100，那个捐300，这个捐200，这样捐出来的。所以说他不涉及到他们不能抵税，他们是可以抵税的啊。就是你作为个人捐款，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就是你捐款得有证明嘛，你捐给慈善机构，慈善机构得给你出个证明，收到你的捐款，这个才可以抵税。但是在这种小额捐款，比如说你捐给这个组织500块钱，捐给那个组织300块钱，这种小额的捐款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的，你只要申报就可以了。你说我捐给谁谁谁多少钱，你自己记录一下就行了啊。如果你有支票的那个底联或者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啊。你没有其实也没事啊，因为它是鼓励你每个人做这种小额捐款不要搞得那么复杂啊。你自己申报说我今年捐给某某组织500块钱就可以了啊。这500块钱就可以从你的应缴税款里抵扣下来，就不用交这500块钱了。他说的是这件事我给大家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一直在纠结在这个事情上。其实他们拿了他们捐助的钱，而对方又不是一个基金会，他担心给他捐钱的人不能获得减免这是罗和珍一直担心的事情这个问题其实不存在，已经解决了这个礼物税其实就是这个赠与税就翻译不同，它原意确实叫礼物，叫 gift， 但 gift 如果你翻译成礼物那就是直译但正确的翻译叫赠与gift 是赠与。我也告诉珍他也告诉珍今天早上我们在为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第5章做注的准备的时候，而检查圣经的族谱的时候，我所度过的娱乐的时光，他很开心娱乐时光就是一种好玩的心态看到这个古代的人要么活800岁，要么活600岁，要么活500岁他看得很好玩赛斯的长老们在赛斯的所描绘的那些活了几百年的这些长老们，会比圣经里的那些早很多就是赛斯说的描绘的那些早期人类比圣经要早，或者并不是呢，或者是不是比他们更早呢？他也不确定因为按照圣经，亚当是第一个男人就得看一个人选择哪种方式去看事情了罗在这里是非常幽默的是带着娱乐性的。他说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的第一个男人是亚当这是按照圣经的说法是亚当，而按照赛斯的说法呢，那在亚当之前还是有人类的而那个时候人类也能活几百年，而亚当活了也是不知道多久可能几百上千岁也不一定他的儿子是有记载的什么该隐什么那些的他就几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有寿命记载都是有零有整的活了697岁什么什么的543岁，我记不清了，每一个人都有记载但唯独好像亚当活了多少岁没记载然后呢，罗的意思说，如果人类的第一个男人是亚当，那亚当之前就应该没有男人。可是按照赛斯的说法，应该还有比他们更古老的，因为是按照赛斯说，在圣经出现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个古老的这个文明和传说了所以这里头他在做一个幽默他说珍吃了顿很好的午餐，电视在开着，演着电影预告。你看他们病房里有电视在1984年的时候那个条件应该已经不错了而我问他为什么我们的文学是由人生中的坏事组成的说我们的文学小说里头包括电影媒体为什么都是坏事，为什么都是谋杀、疯狂、偷窃、贿赂、强盗等等呢？
然后我说，我们只渴求的这种娱乐就对这种坏事的娱乐，必然反映出在体面的虚势之下，我们基本的社会信念对未知之有意识的负面的恐惧所以一直在描绘它意味着借由关闭对我们真实自己的有意识的觉知，我们已在自己内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分隔简单说人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内在是非常的真实和善良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内心还是有恐惧的，而我们展现出来的表现出来的并不是我们自己真实的样子，我们表现出来是我们恐惧的样子，我们担心的样子，我们害怕的样子，而这些在表现出来幻化出来就是这些坏事，就是谋杀、疯狂、盗窃、贿赂、强盗等等这些事情，成为文学描述的主题和整个社会媒体追逐的主题。然后罗对这件事的思考的结果，就是因为我们内在的恐惧造成的但是底层不是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分隔。一方面我们有内在最底层的善良一方面我们又有外在的恐惧现在我们已经达到这样的一点，在那儿主观生命大半都是隐蔽的，而继续不断努力的显露出来，对抗所有的压力罗说我们现在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分界点，我们内在真实的自己那种本自具足的内心充满喜悦的自己，他现在正在挣脱出来虽然整个社会整个主流思想还充斥着这些所谓的暴力，所谓的这些恐惧，这些坏事，但是内在真实的自己在不断的挣脱，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对抗在展示出最真实自己的样子，那种发自内在的平和、喜悦、善良和丰盛富足3点钟真开始读昨天的课，比昨天做的好多了。他在3点3分结束了，快速的那3分钟就读完了。而说有部分时间他的视力非常的清晰有一部分时间他的视力非常的清晰你看他有的时候根本就看不清，有的时候非常清晰。他抽了根烟，而我在处理信件，同时等着他想不想读更多的东西。在3点18分的时候，他开始读1月13号的课，做得比较好，非常快。在某一点，我将他的口红给了他，而在涂上之后，他照了镜子再次的很短暂的照了一下镜子。4点钟，卡拉和山农查了他的生命迹象，体温98.3度。真说他想上一课，我跟他提到我的想法，赛斯的长老们必然比圣经的长老们早得多，他也同意。现在赛斯就来了，我再次祝你们午安他说赛斯午安。然后赛斯说，再次的我加速那些疗愈过程中如此重要的一些坐标。他说每次现身的目的都是一个鲁伯的眼睛和视力有进一步长足的进展有长足的进展，而那些进步明显的与头和手臂，包括手部分更自由的运动相连的那些进步和身体上的这些动作的进步相关联的。为了不久的未来将会需要的动作，他做了许多准备，以有助于平衡一般的运动力他在做很多的努力很多的准备为不久的将来他要去正常生活，他要做很多准备的停顿了良久，他接着说，圣经是寓言和故事的一个聚集圣经是寓言和故事的一个聚集，这里头记住它不光是故事，它也是一个寓言它不光是过去的历史，它也影射了或者投射到未来的一个结果说这一本圣经你不要认为它只是过去的一个事情它也是对寓言的一个聚集，穿插着一些早得多的时代之不清楚的记忆就是早得多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时代不清晰的记忆，因为太早了。不过你们认识的或者认可的圣经并非第一本圣经，却是可以说
当人试着回顾和叙述他的过去和预言的他的未来的时候，有好几部更早的圣经编撰而来的他说更像是一些人为了回顾他的历史和对未来做预言的时候，他把他过去的几本在这个圣经出现之前的很多本圣经综合在一起统一编撰出来的所以说圣经的历史要比这个要早得多要比他实际的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年代要早得多他说这种早期的圣经是存在着的但并没有写下来，却是如不久前曾经提及的，是经由这些说法者这 speaker 口传下来的speaker 是说法者the speaker， 对，就是赛斯在灵魂永生里头提到过那 speaker 在美国的议会里面在众议院里头就是议长的意思议长也叫 speaker。在许久之后，这个信息才被写下来。当然，在那个时候，许多事情都被遗忘了大部分被遗忘了，只记下来一些少数这还不包括篡改过的，或者是根本就是错误的信息先不说那些被遗忘的那些信息，光是人们篡改和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信息而当各式各类的派别为了他们的各自的目的而利用那个资料的时候，他们就会去篡改和故意的去给一些错误的信息。所以说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内容都是充斥着这样的内容的。简单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为了一些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他们不断的篡改修改，以达到他们自身的目的。而这里面很多信息就已经被修改了就不真实了。在4点16分停顿了良久你提到你梦之父爱的感受，它允许你在梦境扩大你的经验，这也展示给你关于早期人类在梦境中扩展他们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一个例子。以同样的方式，就如同在梦进化与价值完成里面提到的，人也有从他们没有旅行过的实际地理位置中梦中的影像赛斯的意思是说，你在梦中体会到父爱的感受，这个事情恰恰可以证明我前面说过的，在远古时期的人类，他们在梦中可以教导其他人的知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梦能够学到什么叫父爱，他说其他的知识也可以借用类似的方式在传递。这样的话，关于远古时期的人活几百岁，他们在这个梦和醒的时间都在传递知识，关于在梦中传递知识有了一个真切的感同身受的体验然后他说用这样同样的方式，他们也可以在梦中去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知道那个地方的一些信息他们仿佛置身在那个环境当中。这也是为什么远古人类他们在迁徙的时候，他们可以知道哪里水草丰盛哪里适合他们生活的条件，因为他们在梦中都去过这些地方了这些他举这个例子来告诉你，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然后赛斯就离开了他说是的，谢谢你他说在4点19分他们出来了他说我俩都没有特别想到，我梦中的父爱的感受代表早期人类在梦境中扩展了他们自己知识的一个比喻。但赛斯一旦提及，我们马上看到了其中的关联。我把此节立刻读给了真听。当赛斯提及他的时候，我马上想到关于说法者和口口相传的传统的资料，可以回溯到真在1970年到1971年写《灵魂永生》的时候。你可以见《灵魂永生》的附录1970年1月5日第558节那一节的内容关于说法者的部分真说，当我读给他听的时候，他由赛斯那里又得到了信息。在那些古老的日子里，
人们经常坚持要回到他们被毁或者受损的家乡、城市、乡镇或者农村去，纵使这种事情不止一次的扫光了他们的那些地方，就像人们为了理智上讲不通的理由，在心灵和情感上被拉回到这种地方。举例来说，我们读到众所周知的在以色列的这个 Tales 就是梦境中被告知了，就是被告知就你要去哪里哪里，就是哪里是你的故乡比如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的故乡就是耶路撒冷他们认为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故乡发源地所以说他们一定要在那里建城他举这个例子为什么以色列非要在那个地方包括现在的约旦和以色列这个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他们现在还没有对土地领土还没有解释清楚耶路撒冷是三教聚集的地方三教以色列认为是他们的宗教基督教还有这个伊斯兰教他们都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这个教的发源地塞斯这里面说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在真和罗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塞斯补充了一些内容，就是说这个是非常现实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有耶罗归根的想法，就是我们为什么老了以后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他解释了他内在的原因说不清的理由，很多人就是要回去尤其是这些老人非常的固执在城市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非要回到家乡去不习惯生活，不习惯只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些底层的原因。还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一些古老的城市因为洪水，在中国也是水患以前的黄河水患的时候，很多城市就直接被淹没了整个城市就没有了。但是当水患过去之后，人们会在这个城市上继续建设一个新的城市，他毫不在意他以后可能还会被再次冲毁包括古代的村庄都是一样，包括城市也是一样，毁掉了再重建，毁掉了再重建。难道我们人类就不能换一个地方吗？我们为什么要在同一个地方这里曾经被水患这个毁灭过，那它可能会再次被毁灭的。但是不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在考古挖掘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层城市遗迹的下一面再挖掘还有更早期的城市的遗迹，然后再挖掘还会有更早期的就好像这个城市已经被毁灭了很多次，又被重建了很多次这是考古发现的历史。塞斯在这里头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在梦境中会被一次一次的带到这里就是这个族群这个历史中的人经常会在梦中被带到这里头，告诉他们这里头在后代人这可能是一片废墟了，但是在梦中告诉他在这里可以建一个城市，你的家乡就是这里，你对这里非常的熟悉。很多人一踏上这片土地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亲切感，这种回到家的家园的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是超越了语言和逻辑和理智的它是更深的一种内在的连接我以前在美国遇到过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她的这个男朋友她的男朋友是他这个地道的美国人他地道的美国人，对，他叫 Brian， 地道的美国人，他是美国的一个就是洛杉矶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法官他是洛杉矶高级法院的一个法官。对，这个他呢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从来都没有去过中国，但是他找的这个女朋友就是一个中国人然后他们俩的感情和关系都非常好。之后有一次他们一块去中国旅行他们到了云南在云南旅行的过程当中这个地道的美国人特别爱吃中餐，尤其爱吃云南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民族特色的食物。然后他在这旅行了大概1-2周吧，可能2周左右他就不想回来了他的感受就是他通过他自己的描述感受就是他觉得那才是他的家乡，那里才是他的故乡。他觉得美国不是他觉得在内在的情感连接，他一踏上那片土地他的那个新的那种归属感一下就有了情感上的心灵上的他觉得那就是他的家乡。
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很多人的身上都会发生过，我只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对，然后呢，这一章的正式的内容啊就已经介绍完了啊。对，我们通过这项的故事，其实包括以色列的这个事情，他们为什么要在耶路撒冷一直在建城？他们这个民族其实已经被打散了几百年了啊，都没有家乡，没有地方建国啊。但是因为他们的执着，他们的信念啊，他们仍然在不可能的地方啊，仍然恢复了他们的国家。好了，关于这个部分的内容啊，关于历史，大家可以去查以色列的历史和发展。然后这是几个注的问题一个注就是我仍然感到2个月之前2个夜之前2夜之前2个晚上之前涉及了戴尔和秦朗维尔梦的效应。什么意思？罗说虽然2天晚上已经过去了，但是2天之后的罗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情感的那种真实的感受就2天之后他回忆起那个梦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身临其境那种真情实感历历在目的感觉这罗做了一个补充下面是一些描述和注解比如说这个水疗这个 hydro 就是这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对，就是这个 hydrotherapy 的这个 department 就是水疗部门，就把人放在一个旋转的大浴缸里头对，放在一个担架上缓慢的然后用水按摩他整个身体非常让人松弛非常有益，尤其是对痔疮的康复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在国内有没有这是在国外一个非常普及的一种对这种病人的一种治疗的方法。注释2远在赛斯于1970年1月开始传授灵魂永生的时候，他就告诉过我们，他说我写这本书是经由一位女性的赞助，就指的是珍通过珍的嘴来讲的。我已变得十分喜欢他了这是赛斯毫不隐晦的描述，他喜欢珍我已变得十分喜欢他了。他对于别人来说呢，我称他为鲁伯这是一个男性的他，似乎很奇怪，但事实是我在别的时间和地点已经认识有别的名字的他了在别的时间和地点别的时空里面他曾经做过男人也做过女人，而那个曾经活过这个分别的不同的人生的整个的本体这个整个的本体他可以用鲁伯这个名字来称呼就是他所有的人生的转世人生这个所有的人生他可以通过一个名字来叫就叫鲁伯这个 anti-identity 就是整个的人个体这个整个本体我们有时候也叫它存有或者叫什么这个名字它每个时候的名字起的都不一样然后这个叫什么魏德或者叫莫德，从他的德州奥斯汀的家出版了赛斯取向的一个简讯改变实相这他出版了一本书叫改变实相叫 Reality Change Reality Change， 这他出了一本书，我们只通过电话联系过碰过头这个莫德呢这个魏德这个是叫什么不知道叫莫德还是魏德想在改变实相的读者的帮助真和我讨论保险费没有覆盖的那部分的巨额的医疗费用就是他们有医疗保险，但是有一些费用是不报的，他们的读者他想号召的读者给他捐助，就刚才说的这对我太太和我是一个非常令我们谦卑的建议。为什么谦卑呢？因为他们一向很自傲，而且自给自足自给自足的，就是罗和珍很少接受外在的帮助不需要，但是当他们病了以后他不得不需要了因为有些费用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这时候他们变得谦卑了，他们一生都没有向
外在求助过任何人的帮助，在他们生活最困难最困苦的时候也没有过。可到他们已经到了功成名就的时候，反而还需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实相展现给他们？很简单，我们学完赛斯之后我们都能理解，就是他们对这种接受别人帮助的这种事情他们是极其抗拒的，他们不愿意。他越抗拒的事情在他的人生中最后都会发生。这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让他们学会谦卑，学会接受别人的帮助，学会我们生活在一个互助的互相彼此增益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的事实。不论你们这两个人多么坚强罗和真多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在他们内心是多么的高傲多么的自傲，你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些馈赠，还不是接受一个人的，是接受这个人的读者的很多很多人的馈赠。这个事情他为什么在这个里头反复去提？既是他俩的一个心病，其实这是他俩的心病，而这件事情他俩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他俩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他们俩这种谦卑的心态，不论是从别人那获得帮助，还是从自然界中获得帮助，包括从赛斯这里获得帮助，还是从环境这里获得帮助，都是一种非常正常和自然的状态。而他们俩有一种不想接受帮助，或者不愿意接受帮助，不想欠别人人情的这种底层信念。而这种信念其实对他们的人生的发展是一种缺失是缺少了一部分这些的。而这最终又给他弥补回来了他们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谦卑的接受别人的帮助，这样的生活在他们有了一切之后仍然还得这样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非常强的这种个人的主观现象，我不接受这个我自己很厉害，我什么这些都不要有你很强烈的这些信念往往会导致相反的结果这是他说的一个本地名称这个我就不讲了他说的是一个城市就是距离什么地方真在纽约北部他是来的对，美丽的格兰是我们在1955年订婚以后我带他去的第一个地方他说的这个一个州立公园，就是他们订婚1955年订婚以后他们俩第一次蜜月旅行去旅游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名在前2天的这个课程里头提到过，这是一些注释。好了，关于第一章虽然非常长第一章的内容非常长，但我们通过这么多个分解的小的部分给大家我们终于把它介绍完了。那在这个健康之道里头，因为赛斯传递的资料每次也非常短，所以我们分的有时候会把几节放在一起，那有时候会把单独的一节拿出来所以说它是并不是很规律的。然后每一节的内容呢，我们也没有弄得太长，大概都在1个多小时左右甚至有的不到1个小时，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收听。因为我们以前的赛斯资料内容非常的多和非常的丰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一节课不得不有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甚至3个多小时接近4个小时这样的时长。但是这对读者的这个听或者是接收这个信息是并不是很友好的，所以说我们在后面也是因为健康之道的课程本真的内容的特色我们缩短了它这个课程的时长，然后把它拆成了更小的部分也方便大家来收听。那这一节的内容或者这一章就到此结束了。那最后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